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那么我们继续我们的看图说话。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是，从第49课的一个插图。那么我再次强调一下，这些插图是这位师兄或师姐叫萤石陪你禅声说禅他制作的，因为禅师它并不是每一个课本里面都有插图，我只是一个偷懒的方法，借用了他这个插图。那么这个版权是他的，虽然说这个文字是禅师的，但是这位禅师兄或师姐也是付出了自己的努力，时间来制作这些插图，对吧？所以这个版权是他的。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文字，第49课，这课其实是相对来说挺重要的。为什么说挺重要呢？因为它给了一个机械化操作的一个方法，对吧？它进行了一个分类。那么如果说你那个没有学清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第49课禅师是如何分类的，这个更清晰一些。那么它是以一个30分钟级别作为一个操作分类，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你的时间比较多的话，你可以用级别更小一点，比如说5分钟、15分钟。如果说你的看盘时间不够多，对吧？那你就用60分钟或者说日线以上的这个操作级别。所以这个是可以去做个性化的这个分类的。那么我们看一下30分钟为例子，它主要是先是看这个有没有中枢，对吧？有中枢之后，那么这个买卖点是在中枢之上，还是在中枢之中，还是在中枢之下？所以说就是你当下的这个价格在中枢的什么位置？那么我们看一下，在中枢之上，三买未成，三买已成，就这两种情况。就是说你现在的价格是在中枢之上，那么在中枢之上有没有形成三买卖点，或者说是还未形成？这个三买你也可以看你这个操作级别，对吧？那么如果说三买未成，不存在合适的买卖点，等待，就是说三买还未出现，我们简单画一下，在一个中枢，然后你现在的价格，如果说它三买未成，它有一个回落了，这里有一个回落，因为三买是针对这个中枢的一个回落才会形成三买，而不是说向上冲的时候形成三买，一定要注意。所以说我们操作是买回落，而不是去追涨。那么三买未成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回落没结束，说明这个回落还未结束。那么你现在没结束你就冲进去了，那有可能买在半山腰，对吧？如果说你在判断错误，它完全可以再杀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那其实就是在做中枢震荡。所以说三买未出现的时候，你是不存在合适的买卖点的，你应该操作的是等待。但是呢，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理论上的一个三类买卖点。那么理论上说啊，我这里出现了三买，你这里买入，起码不会亏钱。它可以是再次突破前面这个高点，出现盘整背驰，或者说出现这个中枢不背驰，继续向上生长，生长出第二个中枢来，对吧？这是这个出现三买之后的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换一个颜色，出现三买之后，在这里哎没有突破前面的高点，然后在这里做中枢，对吧？那如果说第二个小中枢跟前面这个中枢的高点没接触，那就会形成一个趋势。如果说这个高低点有碰到了的话，那就会形成一个扩张。所以说，出现三类买点或者卖点之后的两种情况，就是中枢要么是出现扩张，要么是出现向上生长、向上这个抬高，对吧？这是出现三买和三卖。但是我再次说，就是说理论上的三类买卖点出现之后，你通过这个买三买，或者说去做空三卖，出现三卖的话，你可以做空嘛。那么理论上是不会亏钱的，这是理论上。但是这个三类买点或者说第三类卖点是需要你来在当下判断出来的，没有一个系统，你的任何的交易软件，它不会告诉你这里面是三买或者三卖，除非是你自己做了一个这个有这个指标功能的，对吧？你自己做了一个指标来判断，
如何能够精确判断这个位置到了这个位置就是三买或三卖？如果说你有那个的话，可以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办法。如果没有的话，这个三类的买卖点都要靠你在当下判断出来呀，对吧？你所判断的三类买卖点和理论上的三类买卖点不一致，因为你所判断的三类买卖点有可能判断错误，就是说，比如说你的这个理论还没有学扎实，或者说你判断早了、判断晚了，你的买卖点并不完全等于理论上的三类买卖点，所以说会出现这个偏差。那么你不要觉得说哦，我是按照这个理论来操作的，然后我用三类买卖点买进去了，但是还亏钱，对吧？那你就说这套理论不管用，不是理论不管用，而是理论上的买卖点你买了买了就会挣钱，但是这个实际操作中是需要你个人去点鼠标来操作的，这是有区别的，所以说要清楚这个。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图形上，三买未成需要等待。那么三买已经出现之后，我们看分两种操作。如果离该买点的形成位置不远，可以介入，对吧？但最好是刚形成时介入，肯定是三买出现，刚出现三买，你在这个位置用小周期。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看的这个周期是日线的，那么你去它的30分钟或60分钟，找到这个禅师已经用30分钟做这个分析了。那我们这个图形上的中枢就是30分钟的，那么你需要去它的5分钟上能找到这个小低点，对吧？你需要利用它的区间套到它的小周期，甚至是去1分钟上能找到更精确的这个三类买卖点的这个拐点的位置。如果说刚形成，那你肯定是买入，刚形成之后买入。如果说它开始往上走一点的时候拐头了，但是呢还没有突破前面的这个高点，或者说刚刚出现的时候不久，你再进入也是可以的，就是这个位置刚拐头你进入也可以，这就是三买已经形成之后的。那我们再看它第二种情况，一旦从该买点开始已经出现次级别走势的完成并形成盘整背驰，因为后面将是一个大级别的盘整形成，按照上面的习惯可以不参与，等待该盘整结束再说。这是说的什么呢？就是出现高点了，这是一个中枢，然后出现一个三买，然后也突破了前面这个高点，但是呢它出现了盘整背驰。所谓的盘整背驰就是这三段，这个第三段跟前面的第一段比较出现背驰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等待这个盘整背驰结束之后，比如说再次回到这个中枢内部形成第二个中枢，形成一个 B 中枢，那么你可以参与的是这个结构买点，对吧？这个位置是你参与的，所以说等待这个盘整背驰结束之后，那如果说也形成三买了，也形成盘整背驰了，然后它这个快速下来，那么跌破了前面这个三买点，直接回到前面这个中枢里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所能参与的是需要谨慎参与这笔反弹。为什么说谨慎参与呢？因为它这个级别变了，前面这里在大周期上就是一个大周期的一笔，那么完全是可以走反向。那么你所参与的这一笔反弹，这就是本周期的一个二卖，它完全是一个快速下杀这样走，或者说即使是一个出现背驰的，也要跌破这个位置，那么也要3笔。所以说你能买回来的是在这个位置买回来。所以说出现二卖的时候，这个二卖就这笔反弹需要一个谨慎的一个参与。如果说这个反弹是一个微转或者力度非常强的，那么你也是通过它的小周期里面次级别或者说次级别就能发现它，对吧？如果说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往上爬升的时候，这种是非常要注意的。一旦出现三，就是浪形里面的这个三浪，一般三浪都是主跌浪或者说主升浪。那么在这里面也是一样，这个二卖这一定要相对要谨慎一些。这是针对这个在中枢之上的这种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在中枢之中，在中枢之中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操作，一种是操作。不操作的是等待其演化成第二、三类买卖点，对吧？在中枢之中嘛，那就是说现在这个你的这个观察到这个走势的时候，它在这个中枢的内部某一个部位，对吧？你就不操作。如果说你想操作的话，
操作次级别的第二类买卖点，你就需要降低周期了。你需要降低周期到它的内部。如果说这段你需要利用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区间套，看它的内部是不是有两个小中枢，然后找到它的一买点，对吧？这个位置是你可以参与的，因为你现在参与的就是一个中枢震荡嘛，对吧？它完全是可以再继续在这里震，甚至是走离开也可以。但是呢，它每一次回落的时候，你不知道它哪一次能打起来，它每一次都可能打起来。所以说，每次回落到这个中枢震荡结束的时候，你都需要去参与，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次能够起来。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做这个中枢震荡的一个操作策略。中枢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减仓，中枢下方或中枢内部力度衰竭，就是调整结束嘛，对吧？这个时候你需要买回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枢震荡策略。那我们看在中枢之下，那么在中枢之下也两种情况，就是因为在中枢之下只有三脉，三脉未成和三脉已成。三脉未成说明什么呢？看一下，也有两种情况：一，先找出该中枢前面震荡的某段，与之用类似背驰比较力度的方法，用 MACD 辅助判断，找出向下离开中枢的当下该段走势，看成背驰，判断力度的背驰段，也就是这段，对吧？跟前面这个进入段去比较，如果说出现背驰了，你也是可以参与这个反弹的。这段反弹你是可以参与它的。如果说出现背驰的话，对吧？那么这是这个第一种情况，然后再根据该段走势的次级别走势，逐步按照区间套的办法确定尽量精确的买卖点。也就是说，你这段能不能够精确的确定，是要通过这个区间套，你需要这个把级别慢慢降低，才能精确的找到它。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三脉已成，出现三脉了。那么也有两种情况：一呢，分析包含该第三类买卖点的次级别走势类型的完成，用背驰的方法精确买点，对吧？那就是三脉已经出现了，你这个时候需要通过它的这段怎么能够做到它，其实就跟刚才差不多，先找到这一段的这个背驰点，然后进入做这个。那么这个怎么能够精确的卖出三脉呢？也是通过它的小周期，看看是不是有两个中枢了，还是说出现了一个中枢的判成背驰也可以，不是每一个走势类型都需要两中枢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参与操作级别及级别以上的下跌与超过操作级别的盘整，对吧？就是你出现了三脉之后，我们就不操作了，我就等待再次出现一买或者二买的时候再操作。好的，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插图。看一下这个第49课的第二个插图。还有一种更激进的方法，就是不断换股，就是不参与中枢震荡，只在第三类买点买入，一旦形成新中枢就退出。这个其实我在之前跟大家做直播的时候提过多次，就是禅师其实不建议小散户，或者说你的资金量比较小的时候是不参与中枢震荡的。为什么呢？中枢震荡浪费时间，它的资金利用率低，它是建议只做第三类买卖点，然后不停的换股，也就是这里面说的这种方法。例如，操作级别是30分钟，那么中枢完成向上时，一旦出现5分钟向下级别后，下一个向上的5分钟级别走势不能够创新高，或者出现盘整背驰，或者出现背驰或盘整背驰，那么一定要抛出。为什么？因为后面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30分钟中枢，用这种方法往往会抛在该级别向上的最高区间。看一下它这个插图，这下面有一个30分钟中枢，然后一个上去之后一个回拉，出现三买买入。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不创新高是三买转二卖的这个模型，这是我们一直常提的，对吧？突破了就看它有没有背驰，不背驰它可以继续往上走，就是以这种小浪形的模式往上走，那就是强势的。如果说出现背驰就是弱势的，你就要卖出，因为它要回来继续做中枢。出现
三脉之后的两种情况，一种是出现两个中枢，对吧？还有一种是继续往上走，中枢向上生长。好的，看右边这个，就是出现三脉之后，哎，出现了新高了，那么也是出现了反整背驰了，你还要卖出，因为它还要再回来，在这里做中枢。这就是你利用小周期，现在他举的例子是30分钟，你也可以用更小周期嘛，对吧？如果说你的这个时间比较充裕的，看盘时间比较多，那么可以利用这些小周期的三买，只做这一段，就只吃这一段，只吃这一段，只吃这一段。如果说你能做空，当然是更好了，那个难度相对就更大一点，要求更高一点。这是第49课，这是看第54课。因为它不是每一课都有插图，所以说我们也是哪一课有我们就那个讲哪一课。这是第54课一个具体走势的分析。那么第54课，这个讲的比较细了，它是一个叫航天机电的这么一个票。那么这应该是一个1分钟的一个图形。那么当时我记得在阐释原文里面好像也有图，但是呢不是用这个 K 线，用的就是线段。用的就是线段，没有这么的清晰。如果说你用 K 线的话，比如说 D2 到 G2 这一段它只有4根，只有4根 K 线。按照我们的严格定义的话，我们是不当做一笔分析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分析的话，它就是当成一笔，当成一笔，这都当成一笔。你像这里面是满足5根的，对吧？就是 D2 到 G2 是不满足的。还有这个图有个条件。D1等于 G2，D1 在这里 ，G2 在这里，就是说这两个点是价格是相同的。D2 等于 G4，D2 在这里 ，G4 在这里，这两个点价格也是相同，这是有一个前提设定，对吧？其实没有这个条件，有还是没有，并不影响分析。但有这些条件的话，就会增加分析难度。其实有的话，相当于接触了嘛。对吧？就会形成中枢。如果没有的话，就简单了呀，就是这个浪形模式。有的话，就是这两个点的高低点是一致的，价格是一致的。我们从 G0 开始，G0 在这里，也就是 A0 点，就是你的分析的这个起涨点或起跌点。当下的进入图形中，显然，当下走到 G1 点的时候，那么就是从这里1、2两笔，只有2段，所以不构成任何中枢。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分笔操作者，那么 G1 就构成一个第2类卖点了，对吧？所以我一直说，你出现这种的时候，你即使没有出现第3段，那这里就是一个跟前面这个1脉相比较的话，它就是一个2脉。那么怎么能够精确抓到这个2脉呢？那你就要降低周期了，看它的小周期里面是不是有这个小中枢。但是因为它这个周期设定的是1分钟，那么你需要去可能秒级别才能抓到一个比较精确的这个拐点，那就难度更大了。那么简单的话就是出现顶分型，一个反弹，出现顶分型了，你就可以卖一卖。如果说你操作的是日内操作的话，这个级别比较小的话。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当走势发展到第2时，一个1分钟级别的中枢就形成了。1分钟级别的中枢，就是3笔就能构成中枢，就是要这个重合段，这3笔的重合段就是中枢。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在标准模型的时候是这种模型？这是2个中枢的，对吧？是有进入段，有离开段，有 A 中枢、B 中枢，有 C 段，这是一个标准模型。但是不是每一个结构都需要走出标准模型才能完事，而是只要按照定义的话，缠论的定义，只要3笔有重合就构成中枢。所以说，即使是它在1分钟上出现的这种结构，也是有中枢的，对吧？这就是阐释为什么，拿1分钟做比较。那么1分钟是这种情形，那么在其他周期那就更是这样了，对吧？所以说，在第2的时候，那么它的中枢在这里，因为 D1 和 G2 是相等的，相当于这笔反弹回到中枢里面来了，就会出现1分钟的中枢区间就是 D1 到 G1 点，也就是这部分。
后面出现线段，就要以该中枢来决定是中枢震荡还是第三类买卖点，对吧？因为它回去了就不形成三脉。那么第二次反弹没回来，那么 G3 点就是三脉了，对吧？由于第一等于 G2，那么第二 G2 这就属于第一 G1 的中枢震荡，就是这一小段因为回去了，因为这两个价格是相等的，所以说它是中枢震荡。而到第三 G3 那段，也就是这段，显然已经不能触及第一 G1，也就不能处于这个中枢区间，所以 G3 就是第三类卖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卖点了。如果前面第一大于 G2，我们把这个清掉，第一大于 G2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没碰到1、2、3、4、5，就是一个浪形的简单浪形的模型往下走的。那么 G2 就是第三类卖点了，就是这个就是第三类卖点了，对吧？因为它是有中枢的呀，或者我一般管它叫类中枢，就是跟所谓类中枢也是中枢，只不过就是没有那么饱满，但是也是中枢，所以这个也是三脉。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这还是第54课的一个插图。那么看一下禅师的这个文字比较多，注意，并不是说一定要形成该级别的第三类卖点后才能大幅下跌，完全可以用该级别以下小级别的第三类卖点就形成类似的中枢，就突破中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足够长时间，该级别的这第三类卖点一定会出现的。当然，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个卖点离中枢的很远的位置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该卖点后一定继续向下，就是出现这个三脉，它可能非常远，可能在这个位置出现三脉，但是只要时间够长，只要这个公司不退市，它早晚都会出现三脉的，这是理论保证的。而上涨的情况相反，第三类买点后一定继续向上。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600477，也就是这个。那么，在2007年4月9号这一天，这个小级别的第三类买点，这个买点离2月份的中枢很远了，但依然有效，就是这个位置。而且还是在这么大的监管条件下，本 ID 的理论继续发挥作用。为什么？因为那些监管并没有破坏本 ID 理论的成立的两个最基本的前提，对吧？就是这个两个基本前提，就是这个公司不退市，可以继续的这个存在，那么就可以用禅师的这套理论来分析。另外一个前提是什么？我给忘了。但是其中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公司是不退市的。如果说你说啊，这个公司这个到这个位置退市了，或者说这公司倒闭了，它没有后面的图形了，那它的理论就不适用了。所以说，他举的例子就是说，走了这么远了，才出一个三买。但是呢，这个三买按照我们现在学的，或者按照我经常给大家讲的，因为这个只有4根 K 线，只有4根 K 线，那么它并不是这个级别或者这个周期的本周期的三买，而是它的次级别的一个三买。这是我在学习缠论过程中。再结合其他老师的一些讲的一些东西，我自己总结出来的。但是呢，更精确的三类买卖点其实是要结合它的次级别的。你要结合它的次级别，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周期是日线的话，那你需要去30分钟上或者60分钟上看，它是有更多结构的。那么这个就会形成一个那个周期的一个三买点，这是有一个区别的。那么就是你在用这个简便的方法，还是说用一个更精细的办法？当然是一个递归了，从小周期慢慢往上看上来。但是那个是太累，也没有那个必要。所以说大概齐看一下这个位置，然后看一下，因为它这里每个回调都不够一笔，看到没有？这里可能是够一笔，或者前面这里，我们看一下，这里可能是够一笔，所以是非常小的一个，可能是在本周期就没有中枢，这个中枢。下面这里肯定是有一个中枢的，那么这个中枢可能在30分钟上或者60分钟上是有中枢的，所以说为什么说我说这个回买这个回踩是次级别的一个买点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是这个那个第54课的这张插图。好的，那么的话这个插图看图说话就这么多了，我们来进入我们平时做的这个复盘。首先
刚刚过去的这周，尤其是周五的这个美联储主席在全球央行的一个讲话，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这个 Jackson Hole 的这个会议了，因为他任期马上要结束了嘛。然后讲话时间比平常的时间长一点，但是呢，是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讲话开启了9月要开始降息的这个窗户口了。虽然说不能说板上钉钉吧，但是基本上只要在9月降息之前出的这些数据不是那么的差的话，那么9月份降25个基点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了。那么在这个下周的话，一样，最重要的就是周五 PCE 数据，PCE 数据是还有周四有一个 GDP 数据，对吧？那么周一的话就相对的其他的就没有那么重要了。那么可以大概的看一下这个时间点，看你是有没有其他操作。如果说你炒原油的话，那就需要看一下这个周三这个原油数据。我其他的话就主要还是在周四的 GDP 数据，还有周五的最重要就是 PCE 数据。只要这些数据不太差的话，就是比这个预期的没有差的特别离谱，那么9月份的降息25个基点基本上就是定下来了。这是针对这个下周的一些经济数据。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做的这个大复盘。先看一下标普，先看一下月线。那么本月还在上涨中，涨了2.01%了。那么因为本月的话还有这个一周的交易日就结束了。那么只要不出现什么大的那个不论是宏观面呢，还是什么这个地缘政治上出现一些幺蛾子的话，或者说黑天鹅的话，那么现在本月基本上是收的比较好的。想要出现大幅下杀的话，那么可能要等到9月份了，对吧？那么9月份我们要关注的重点就是7月份的这个低点。如果说9月跌破了，这个8月份的这个低点，如果说9月份跌破了8月份这个低点6212.69的话，那么就会出现月线这个周期的顶分型了，对吧？只要不出现顶分型，如果说9月份是一个包含关系的话，也没有关系，就看再等一个月。所以说现在大周期上没有出现任何顶分型的迹象。周线，我们看一下周线这个结构。那周线这个结构我们已经比较熟悉了，3491 A B。针对这个 B 中枢，我们看一下。那么针对这个 B 中枢的话，现在还是在围绕 B 中枢在做震荡，对吧？只要不出现三买或三卖，都是做中枢震荡。虽然说从这个4835这段走的是，看上去比较夸张一些，而且这个是形成了一个扩张型的一个中枢，但是呢，它跟前面这个中枢并没有接触，这个最低点4835跟前面这个高点4607没有接触，所以说还是一个趋势上。那么就看这个中枢能够走多远，然后出现回撤，不回来就是三买，还可以继续出高点，或者说在这里继续做中枢也可以，那就是会出现一个扩张型的中枢。还有就是拉回来，拉回来的话，可以是继续中枢震荡，也是可以走反向。那么就关键是这里看看呢是不是要这样走，对吧？所以后期的这个推演的话变化比较多，但是我们首先要跟踪的就是这段有没有结束。高亮一下，看一下它的这个次级别。在看次级别之前，那么周线上已经出了周顶分了，这个周顶分已经出现了。虽然说因为周五的这个讲话的一个刺激是出现了一个上涨，但是呢，并没有突破6481.34这个最高点。本周的最高点是6478.89，所以说没有突破，这个周的顶分型还是存在的。那就看下周这个 PCE 的数据能不能够刺激，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能不能刺激突破6481。如果说突破它的话，那么顶分型就变成中继了，就是这个一笔延续。如果说不能够突破，甚至往下走，那就看它是不是要延续出回撤一笔了。回撤一笔，
那就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那种，回不来是3买，回来了就继续中枢震荡，甚至快速杀也可以，具体怎么走我们不知道，对吧？所以说要一点点跟踪，看一下它的次级别。那么这个日线的话，我们就比较熟悉了，进入段构成中枢离开，但这个离开目测的话是比前面的进入段短的，空间是短。但是我们也讲过，它有2种，一种是可以是3笔构成一个进入，也可以是一笔，区别就是因为这个4月9号这根 K 线，对吧？破坏了这个结构。那么但是现在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现在这个主要分析的重点其实在这里，这个离开段，针对这个日线中枢有没有结束？因为它这个回落不够一笔，所以说不是本周期的3买，这个回落是次级别的3买，也就是说这里次级别有一个60分钟这里有中枢的，说这个3买是60分钟的3买，但是呢周五这个上涨还是没有突破6481，就看下周能不能够突破它。也就是说在60分钟上它要开始出现中枢的往上生长了，要么是出现盘整背驰，按照我们刚才学习的禅师的那个原文，要么是出现盘整背驰，你就要注意了，它有可能要再回来，在这里继续做中枢。也就是说60分钟现在还没结束呢，或者说往上爬的力度比较深，比较那个强，不背驰，那么就可以出现5段，甚至7段、9段都可以。那这个就需要我们这个回头每天的跟踪了。好的，这就是针对指数。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看一下有几个这个会员朋友们的一个提问，因为在周五做直播的时候时间有限，没有办法都分析到，但是因为这个是会员朋友们的提问，我们可以放到今天来分析一下。先看一下 AMD 的话，大周期其实已经相对的能够把这个纠正一下，比较清晰一点了，对吧？就是月线上是在做月线的大的中枢震荡，它还没有再次突破前面的这个高点，还在中枢内部，还可以再拉回来，也就是说它完全可以再拉回来，然后拉不回来就是3买，继续往上走，所以没有出现3买或者3卖之前，这就是什么？有中枢了，在这个周期它的价格是在中枢之上，那么你要不要做，对吧？如果说没有出现，就是刚才我们利用那个禅师的那个文章分析的，它是拿30分钟来分析，但是放到月线上也是一样的，在中枢之上没有出现3买或3卖，你是没有办法交易的，要么就等待。但是你如果说你想做交易的话，就要看这个小的周期的内部，去看它的内部有没有饱满结构，可不可以继续延伸，对吧？能够继续延伸的话，你就做多；你发现它不能够继续延伸，那你就做空。所以说这就是需要降低周期，把这个设置到相应的周期上。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看这个水印儿。那么周线上还是一笔，但是周线上出现了这个周顶分。但是周顶分的话，前面这里也出现过周顶分，这里有包含关系处理之后也出现了周顶分，对吧？这里也出现过几次周顶分了，那么现在又出现周顶分了。那么利用我们之前说的那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本周期，你看它有没有超过3根 K 线的一个并排，这里也有3根、3根，已经很多次了，对吧？说明它的小周期是有中枢的，可能是次级别，也可能是次级别，这个不一定，我们需要往下看。来到了日线上，那么 AMD 这段确实是走的比较强的，尤其从见底76.48之后，这一波走的是，我们看一下涨了多少，144%、145%，还是非常强势的走的。那么它这个之所以这么强的原因，就是它的结构非常简单，就是我们说的不够饱满，以浪形模式往上走，1、2、3、4、5、6、7、8、9，走了一个9浪。如果说你这里算成一个2浪回撤的话，如果说不算它的话，就是一个1、2、3、4、5、6、7，对吧？就是7浪，就是我一直说的7浪衰竭和9浪衰竭这2个模型。那么现在出现衰竭之后，回来了，做中枢了，对吧？这里就看它这笔反弹，这里就可以是有一个，你把它画出来也可以，就是中枢震荡，也可以把这个中轨给它弄出来。出现中轨之后，你就看
是在这个中枢上方，还是这中轨上方，还是到这个再往上走，突破前面的高点，就是走离开。所以说这个的操作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在中枢内部的话，你需要降低周期，去看它这个更小周期，来找到更精确的买卖点。好的，这是这个AMD，然后看一下 CLSK，这个是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它呢图形就相对的不是那么的清晰吧。在大周期上，它是一个收缩的一个三角形，你看到没有？是一个明显收缩的。所以说在月线上它没有选方向，没有方向，它是收缩整理。除非它的基本面出现了什么变化之后，才有可能出现一个突破这两根趋势线，对吧？在没有突破两个之前，它只能是一个收缩整理的状态下。这种状态你去做它的话是比较纠结的，它没有大行情啊。那么你所能做的就是小周期的这么一笔，但是它小周期你发现它的回调时间特别长，看到没有？每次回调时间都特别长，涨了一下，然后慢慢又开始回调，涨了一下，慢慢又开始回调。就是这个，如果说你去做多的话，没有什么大行情出现，就是最好是等待突破之后。那么你就把它加入到你的自选里面，每天翻一翻，看一看，做一个复盘就好了。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大幅的突破这个趋势线的时候，甚至往下走的时候，你才需要去关注它。那么看一下小周期有没有行情。那么在这个1.75，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上，这里是有一个中枢开始拉升，然后开始回来做第二个中枢，这个高低点是有接触的，其实还是一个扩张的大中枢。这是以同级别分解，就是以中枢为中心。那么如果说以非同级别分解的话，其实就是这是一笔上大周期上，一笔下，对吧？但是呢，这一笔下可以没结束，因为它这里还是在做中枢震荡，还可以继续打掉这个低点。所以说，如果说你要进场的话，6.45就是一个大周期的一个严格的防守线。如果说跌破了6.45，你就要出来，甚至是就是要止损出来，因为你不知道下面能跌多深呢，它可以再次跌破1.75，这个空间就太大了，对吧？从6块多跌到1块多，那这个你要去等到1.75再止损的话，就太远了。所以说如果说你的这个有在周线上，那么首先这个位置是不能被跌破的，只要不被跌破，它就可以在这里继续震，甚至走反向也可以，对吧？所以说就看首先看这段有没有结束，方法是一样的。而且本周刚好也是踩到了这个120周和200周区间这个位置，而且这个回落也够一笔了。看一下它的次级别，那么日线上就是3笔了，1、2、3，或者说是5笔，1、2、3、4、5。因为它这段反弹明显是次级别是一个小二脉，但是需要去60分钟或者30分钟上来找到这个二脉，这就跟我们刚才看禅师那个原文是一样了，对吧？那么这个位置是可以结束的，因为3笔的话也有背驰了，所以这个是可以参与的，参与它一笔，看它的力度。如果说是一个1、2、3、4很弱的话，那你就要先出来，它还有5。如果力度很强，碰到中枢了，也可以卖，然后等待一个二买再进入，这样就可以了。好的，那么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分析这么多了，再见。